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再见以前，程毅从少年到男人，回忆不止一面。据悉，在录制 MV 时，他本人进入角色无法自拔，唱到放声大哭。究竟这段光年交错的感情中，夹杂了多少往事和记忆，不得而知。但是歌曲已经触动了他内心，这本身亦是对听众最大的诚意和尊重。一转眼，90后的程毅已出道5年，首发单曲《再见以前》面世了。他最先进入大众视线是《诛仙青云志》的林惊羽。他在剧中扮演的林惊羽，海报形象完全碾压之前网游动画形象，可见玉树临风这种词汇需要想象的来源。至于书里描述的斩龙平古傲，断一笔心间，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。可以说，程毅是一个真少年，从气度和颜值没有更好的人选。经过1年的沉寂，程毅的再度亮相让人有些惊艳，完成了少年才俊到白马王子的转身。这支单曲再见以前对粉丝来说福利。现在明星上参加综艺节目、选秀 K 歌比赛都流行翻唱，既省成本，又可以掩盖不足，或者说砸钱做音乐是一个赔本的买卖。所以，当听说程毅单曲再见以前出来时，我们看到他的团队立足业内的资本和野心。他们不是在架构一个卖力讨好的明星，而是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人气偶像。接受训练声乐对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科班生来说相对容易一些，但能做出怎样的成绩，要理性看待。从古至今，颜值就是正义，不能因为他长了一张男神脸，就认为他所向无敌。程毅对第一支单曲极为看重，再见以前不是试水，是走心之作。他为此经受的刻苦训练就不赘述了，整支单曲由国内的重磅音乐人操刀， MV 视觉请来了王菲御用导演亲自掌镜，基本上走的是专业音乐人的路线。少城时代在打造伤感风的歌曲作品上极为娴熟，懂得控制节奏，把程毅的声音特质更为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。这是星汇天机与少城时代的完美合作，也新兴偶像和专业音乐团队的碰撞。再见以前中，伤感的男声是对这个跳跃浮躁时代的冲击。就如许多年过去，人们还是记得黄磊的《我想我是海》，歌曲的诞生以及传唱需要一个发酵期。他们能做的就是把当下最好的一切呈现给听众。再见以前非常适合程毅的嗓音条件，干净清脆。这个歌曲的歌词也和人物角色林惊羽气息有些相似，深情深刻。歌曲曲调简单，情感真挚。在歌词里有一句：若再也见不到你，不肯放弃，唯愿有生之年，你为我开关，始终不散，气息凝结。这段描述了一种思念无解的气氛，和古诗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境颇为相符。不管是戏里也好，戏外也好，可见程毅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，他下定决心做的事，就坚持自己的追求。不过，我对再见以前的歌曲背景有些困惑，也是持观望态度。比如歌词：时钟滴答滴答穿越回去，回到当时的天气，若看也看不透，你想也想不起，你我该如何做一个决定。那么这个歌词背景是不是围绕着回忆式的过程来描述？有些人评论说这是一个穿越想象情节，我不太认同。我认为这是男人在面对喜欢的人，有一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精神寄托，他希望通过梦里回到以前种种，期望事情能回到原点。程毅在演唱这部分歌曲，也结合了情节意境，用略带凄美的唱腔，透过声线技巧，把这种内心深情直达听者的耳朵，使人能从一开始就感受到这种悲伤的情绪。相信每个对爱情有过经历的人，
都能懂得得到了很快失去的忧郁滋味，这正是恋人在失恋期无法跨越的痛苦。如果说在歌词上表达了一个男人深情的思念，它中间部分也穿插了其对爱人的克制想象，如故事从来不只会有一个结局，是如何发展通常跟随分手表情。从这些字里行间，不难发现男主角对爱人的情感，他不只是停留在分手的前一刻，也希望能有一个剧情的反转。但是恋爱这种事情，一般都是发生在还有激情和动力的年纪，所以说没有练习的过程，喜欢一个人就是飞蛾扑火般的热烈。而再见以前的 MV 也恰巧印证了这支曲子的背景，程毅穿着白色的西装，人物形象也恰好是懵懂到半熟的青春年纪。这些从内到外的转变，让人彻底地感受到了他的颠覆。除了新鲜的尝试，程毅清亮的唱腔也表现出了音乐的简约质感。在再见以前中，还有一些蓝调蕴含其中，比如歌词中语气哎呀哎呀诉说过去，竟不觉错过光阴，若离也不离开你，还在原地等你。这种叙事用蓝调的风格也传递出男主角惘然若失的情感宣泄。另外，歌词还结合了通韵和自由韵的写法，如缠缠绕绕切切诺诺辗转可怜，赋予了这段曲子多样的色彩和艺术效果。从告白气球到在风以前，歌曲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，无论是轻松的告白，还是与深情回往，程毅的唱腔和声线都是收放自如。尤其再见以前，这种内敛克制的情绪需要结合声乐技巧去表达，需要程毅去沉淀自己的感情。据悉，在录制 MV 时，他本人进入角色无法自拔，唱到放声大哭。究竟这段光年交错的感情中，夹杂了多少往事和记忆，不得而知。但是歌曲已经触动了他内心，这本身亦是对听众最大的诚意和尊重。从音乐角度，对于听众来说，真诚的情感远比技巧更为珍贵。